两个人都没有想到，当初的那场争论就变成感情破裂的起点。小雅后来跟朋友说，我不是因为她买不起这个房子而分开，而是她永远把那个投资啊、金钱啊、增值啊，看得比这个家人、家庭还要重要。那阿文则说，我不是不想买他喜欢的房子，我只是要确保说我们日后的生活会更有保障。你说他们谁有错？谁都没有错，但两人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坚信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就变得没有人愿意退一步，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尝试了解对方的需求，只剩吵架。于是他们最后输掉的不只是那间理想的房子，还有彼此的爱和信任。破解夫妻买房争执的关键沟通心法，一次搞定。先说结论，因为你们对房子的想象很不一样，我说男生跟女生啊，天生就不一样，因此我建议你们可以逐条讨论，遇事不决，听老婆言，我听不嘴大富贵嘛。那这样又可以顺利买房又不吵架，追求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这是新的系列，我们来讨论中产阶级夫妻的买房计划。因为中产阶级夫妻是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最可怜的。那个上有4老，因为男方的爸爸妈妈，女方的爸爸妈妈，下有2小，夹心饼干，那很惨啊，就是没钱的。对，那我今天来跟你讨论说，为什么夫妻买房很容易意见不合？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但你有没有发现，当真的开始讨论的时候，意见不好统一？一个要大坪数，一个要好地段，一个要新房子，一个觉得中古屋 CP 值才高，最常见就是这一条。那我的看法是，因为两方在想的事情都不一样，男生女生想的真的不一样，像是该买哪边都会变成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人是双薪家庭嘛，老公老婆都要上班那这间房子应该要离老婆的公司近，还是离老公的公司近？对啊，不公平嘛，对不对还有那个离娘家近一点，帮忙带小孩之类的都可能变成吵架的导火索。那再来是钱的问题，因为房子钱很大所以很多夫妻是一起缴房贷的，或是就讲好说谁负责房贷，谁负责生活费这样。那今天当双方都出到钱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争执了，像是到底该买1000万的房子来让日后缴房贷的压力不要那么大，还是要加200万住更好的地方、更新的大楼之类的。那我的建议是没有答案拿着摊开来讲比较好说真的，这件事情就用瞧的，因为大家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们以第一间自住的房子来说，都是梦幻泡泡的你我心中先想到的标的物都是怎样？都是你现在住的房子，你可能住爸妈家，从小那边长大嘛，就会以那个旧家为标准像我之前一个同事，他们家是一间电梯4房然后双车位，他们在谈买房子的时候自动带入电梯4房，然后后来发现这价格很恐怖然后才去看那个3房2房，住4房长大的人怎么去接受住2房，打从心里就有点过敏这样。所以你要面对的是你们夫妻过往居住的状况不同的情况，你总不能跟你老婆说，哎呀，你们家以前太大太好了啦那我们现在因为现实的关系，我们还住了公寓，爬个楼梯，苦民所苦这样，你直接被叫去罚站，我跟你讲。所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间房子自住的房子听老婆的这样以后老婆借故要跟你吵架，她也没那个立场。老婆喜欢住哪里，那你有能力到哪里，你就尽量去完成，这样婚姻会比较美满。或是你们就列出一个清单，讨论一下你们的想法，列出必须有跟很加分的部分。例如说电梯大楼 OK 必须有，打勾。房子有景观，这是加分项，对不对？有些人也是必须有嘛，那你就是写下来去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来选到一个不满意可接受，不会满意的啦满意都是豪宅怎么买？那就逐条讨论，讨论出一个共识。没有共识的时候，听老婆的。最后我也建议规则要先讲清楚那我会建议你在跟老婆讨论的时候，沟通也要沟通出未来的共识。像是我就会这样讲，就是说买自住房子我听你的，但是以后买自产投资的房子就要听我的双方有个默契，不要等到未来又要自产房子的时候再吵一次。例如说我最喜欢看的是废墟嘛，废墟你还带你老婆去看，那讨打是不是？对，那我们在前面就跟老婆沟通好说，反正这是自产这样，你也不用去看，大概就是这样。另外你也要记得，平常要跟他洗脑，不是说洗脑，是建立观念。什么观念？就是说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看自产的房子。这样你真的很难买到房子。这句话不好理解，好理解是说你用风水的角度去检查每一间房子，我跟你讲根本没有房子能住人。那你觉得你自己在那边洗脑势单力薄没关系，那就让他来看这个买房爱人的频道，看久了说不定就会被我成功洗脑了。那他看久之后会觉得好像都有道理，那你们未来就可以朝着房子越来越多的这条路前进。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
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讲故事，辛苦的中产阶级夫妻1号阿文跟小雅。阿文跟小雅的婚姻就很像许多中产阶级夫妻的缩影。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可支配的存款，也有着为家庭购买一间房子的目标。但没有人想到买房这件开心的事情却让2个相爱的人产生隔阂。阿文是务实的人他就认为房子是资产是人生中最大笔的投资最重要的决策。买房一定要考虑升值，否则将来换房会换不上去，会亏很大，这是他的信条那对于阿文而言，买房就是一个长线投资的游戏，要计算每一分钱的未来价格，然后来做个很严谨的投资计划。那小雅就不一样，她更重视的是房子的生活功能，就是她把房子看成一个家。那家就应该要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的地方。他不想要住在一个冷冰冰的投资标的里，他想要的是让小孩子有一个快乐成长的童年。看阿文要投资，小雅要安居。那起初他们认为这些分歧可以靠讨论解决，但事实证明2个人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截然不同。有一次他们去看了一间位于市中心的小两房，20平，虽然空间有限，但地段极好，交通极为方便。阿文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这个地方地段好，房价保值，卖掉有人抢，还有一个车位，很稀有的东西。那小雅就对他翻了白眼，说阿文这个房子住起来一点都不舒服，我们都有小孩子了，那以后你是要怎样让小孩子睡客厅吗？那阿文又不甘示弱说，那你要怎么办？我们的钱就只够这些嘛，不然我们就要去买郊区你喜欢的那些大坪数嘛。
然后每天通勤2个小时嘛，早上1个小时，晚上回家1个小时，这样你觉得生活品质会好到哪里去？不是吵架。这次的争吵让2个人都怀疑说对方到底是有没有在为这个家庭着想。阿文觉得小雅太梦幻泡泡，太自私，就想要过舒服的生活，都不考虑那些现实的条件。小雅觉得阿文很冷漠，对他的感受不屑一顾，这是我的家结果你好像看我的家跟看一只会涨会跌的股票一样，感觉很不好。有一间房子或许是他们最接近共识的一次，那是位在一个重划区的3房35坪，房子很新，价格刚好在他们的预算范围之内。小雅对这间房子很满意，她说阿文这有空间有品质，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以后也不用再搬家，你觉得怎么样？那阿文就静静的看着窗外，沉默了好几分钟，才缓缓开口说，可是这里交通不方便，房子的增值空间有限。小雅一听到那个关键字增值，她就非常失望。你每次都说增值增值这些数字跟我们的生活比起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是我们生活重要，还是赚多少钱重要？最后这间房子在他们吵架的过程中就被另一对夫妻买走。几年以后，阿文跟小雅再次经过那片区域，看到新的社区已经逐渐成型，虾皮电动店都开了2家，那它的房价也比当初涨了10%。小雅再也忍不住如果我们当初买下这间房子，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很舒服了，就会舒服到现在，比现在的生活还好的很多。你的增值到底给了我们这个家什么东西？他们无言以对。最后他们的婚姻就逐渐走向末日，2个人都没有想到当初的那场争论就变成感情破裂的起点。小雅后来跟朋友说，我不是因为他买不起这个房子分开，而是他永远把那个投资金钱增值看得比这个家人家庭还要重要。那阿文则说，我不是不想买他喜欢的房子，我只是要确保说我们日后的生活会更有保障。你说他们谁有错？谁都没有错但2人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坚信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就变得没有人愿意退一步，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尝试了解对方的需求，只剩吵架。于是他们最后输掉的不只是那间理想的房子，还有彼此的爱和信任。这样子的故事是很多中产阶级的缩影你是否也因为在买房的过程中跟伴侣的意见不合，然后吵架发生了各种不愉快？你觉得什么样的选择才能平衡家庭的幸福跟财务的安全呢？欢迎你留言然后提出你的看法。